虽然大家都在说环保啊环保，但是你不会因为火车的碳排放比飞机低，你就选择不坐飞机了吧？如果有一种东西在天上飞，碳排放还为零，你会不会选择它？欢迎来到复古未来。Hello， 大家好，我是花生，我是香菜。小时候玩红色警戒的时候，最喜欢用的就是飞船，也有人说是飞艇，虽然慢但只要飘到你头上，就代表游戏结束了。它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就像世纪帝国的波斯战象。男人嘛，都很喜欢这种又粗又大的。你不要听听看你现在讲什么？在讲复古未来之前我先说一下飞船的发展。想看未来的，可以直接到这个地方。飞船通常会先装一些氢氦这种气体，然后通过吸气、放气的动作来实现起降。想象一下把天空看成是海洋，飞船其实就像是潜艇，都是用浮力 AKA 阿基米德原理。飞船家族大概分为3大类：软式飞船、半硬式飞船跟硬式飞船。前面2种大概就是那种会自己跑大一点的热气球。硬式飞船则代表了飞船的巅峰。1900年7月2号，德国贵族齐柏林伯爵投资开发的空中巨无霸齐柏林飞船1号试飞成功。因为是采用硬式结构所以它可以用的很大很大。这比莱特兄弟还早3年，而且你看一下对比，你就可以知道了，香肠比鸡腿嘛。想象一下，你看到一个像航空母舰那么大的东西在天上飘，再看看莱特兄弟那东西。一战的时候飞船被用在侦察反潜、轰炸，而且当时因为防空技术不够，看到这个怪物你就只能祈祷不要炸在你头上。不过到了战后这些德国巨无霸的技术也就跟其他德国黑科技一样，变成战利品到了英美。1919年英国成功复制了德国的 L-33飞船，而美国也在1923年成功首飞了美制的第一架硬式飞船谢南多2号。美国还吸取了德国之前几次氢气爆炸的教训，使用了氦进行充气。其他人也不是想不到，但是氦不像是氢直接用水就能变出来，它比较像是石油，是一种有限的资源。但当时美国的产量是最多的，这也让他有本钱搞这个安全飞船。但你说多吧，其实也就那样。光一个谢南多2号就几乎将全世界储备的氦气都给塞了进去，就连之后的洛杉矶号都要向谢南多2号借氦气。抄袭成功后英美就像打开潘朵拉魔盒一样兴奋。美国海军还打算做一个真正的航空母舰，没错，就像是复仇者里面那种可以飞起来的，而且还成功了，最多可以一次带7架飞机。不过在1933年4月4日这艘航空母舰在海上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风暴，76名船员中有73人丧生，就连去救援的软式飞船也坠毁了，又多死了2个人，成为历史上死伤最惨重的一次飞船意外。但这个毕竟都是军方的东西，没有进入大众的眼里，所以没什么人在意。之后英国也有再次尝试坐飞船。R101可以说是当时最帅的飞船了，优秀的气动布局。R101一造好就打算直接飞去印度，结果一样坠毁了。而且英国不像美国一样财大气粗，它这里面装的是氢气，结果英国就不敢再碰了，把金属架子都给卖掉了。但收购的正是德国的齐柏林公司，它将会重生，成为大家都知道的。也不知道怎么想的，我都知道不能买事故车。老外估计没那么忌讳吧。1936年新登堡号首次起航，这个人类史上最大的飞行器有多大呢？这是一般人，这是波音747，这是它。它里面有巨大的餐厅钢琴、景观窗、酒吧，还有吸烟室。这里边还有吸烟室那不爆炸吗？德国的东西你放心吧，他们把一些通往吸烟室的一些通道都经过加压处理，以防止其他地方的氢气跑到吸烟室里面。而且你出去还要经过安检，以确保你不偷带烟出去抽。那搞这么麻烦，为啥不直接用氦气因为美国当时正在对德国那个小胡子进行制裁，所以德国只好用氢气了。但德国还成功的把飞船商业化，还有专门的航线，而且速度是邮轮的2倍，只要2天就可以横跨大西洋。但票超级贵，基本上只有有钱人可以享受这一览众山小的感觉。No ticket。而且比起邮轮里面其实超级破的，因为一艘船大概只能载8只大象的重量，所以这些有钱人只能睡超级小的上下铺，墙也很薄，
甚至可以听见旁边在为爱鼓掌。不过物以稀为贵嘛，比起一趟几千人的豪华游轮一趟70几个人的飞船能给出的身份地位，让有钱人觉得可以忍一忍。毕竟还可以喝喝香槟，听听钢琴，俯瞰众生，还有城市的夜景。而穷人只能抬头看着一个个庞然大物在天上飘。还有传言美国的帝国大厦上面的那一根原本还打算做成停机坪，也不知道真的假的，反正一次也没用过。1937年5月6号新登堡号在飞往美国的途中炸了，过程全被拍了下来。虽然伤亡没有之前那个那么多，但是影像的震撼让人从此对它失去了信心。哦，我知道了，所以现在我们不用飞船，就是因为新登堡号呗。很多人也都说飞船消失是因为新登堡号事件，但其实这些人命根本撼动不了商业发展。让飞船走入历史的其实是在新登堡号失事前飞船早就已经过时了。作为一个中间物种，它就很尴尬。你想要豪华，想要载重，就可以选船；你想要快，它之前瞧不上的飞机都已经开始普及了。它唯一的优点大概就是坐起来比飞机还要平稳。我有些朋友坐飞机的时候都很怕那个起降的时候，更何况那个年代的飞机。所以之后的飞船也只剩下巨大广告看板跟拍拍球场的用途了。貌似大家现在对飞船已经没有信心了，只有游戏科幻电影中会出现，但航空业一直没有放弃它。就在大家越来越关心环保油耗都在想飞机邮轮的替代方案，有一些人就想到了之前的飞船。或许这东西不是落伍了，而是太超前了。现在有了更好的技术，有了更好的材料，能不能做得更好呢？有人就想到了压缩，它不用再吸那么多的气，只要把原本的气压一压就可以进行起降了嘛。还有论文说只要利用高中就学过那个喷射气流，加上比新登堡号大10倍的飞船，就可以解决邮轮的问题了。还有军火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也搞了一个飞船项目，号称可以在各种地形进行垂直起降，连水上都可以，还可以拿来救灾给高山极地等不方便的地方运一些物资。他们还有专门的机器人可以随时修补破洞。还有他的死对头洛斯罗普公司跟英国的混合航空器公司开发了一个叫 HAV 的飞船。你看这个像不像屁股？但后来美军取消了这个项目，英国就把它买回来，改名叫登空者。登空者拿回来就打算先给有钱人回味当时一览众山小的感觉，而且比新登堡号还要贵，2人舱就要79000美元。这个屁股比起以前它破破的装潢已经高级很多了，因为现在有新的材料，像是用一些碳纤维就可以用得很轻很轻，不用像之前一样挤那个铝制的上下铺了，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好的天空旅游了。他们还说我知道很多人喜欢复古未来Cyberpunk 这种东西，怀念飞船就像怀念邪恶号一样，但我们不是飞船，我们就是 HAV 混合动力飞行器。还说我们不是奢侈品，我们会取代那些230英里以内的短距离航班，减少碳足迹。他们还有做一个表，未来还可以靠一些喷射气流16天环绕地球1周，运送2万吨的货物。但假如要依靠喷射气流就不能像现在的飞机一样逆风飞行。假如你要从美国到亚洲，你就得这样咻绕过整个欧洲，那也太费劲了吧。前几年不是有个被证明是假的影片吗？亚马逊先用飞船当母舰送到城市的上空，再让无人机去送货。现在看来真的有可能会实现。不过你会期待那种载了上百吨的庞然大物在你头上飘吗？如果是有巨物症的人，应该会很害怕。而且很多人为了载更多的东西选择了氢这种随时会爆炸的东西，因为氢气的浮力更大嘛，而且比氦气也更好取得，也更便宜。他们还说现在天气预报那么发达，先看好就没事了。为了解决爆炸的问题有人说可以直接在船上合成，不直接压缩氢气了，或者加一些添加剂，降低氢气的可燃性。降低可燃性，那不还是会爆炸？你叫我怎么接？开车也会爆炸但我查了一些数据其实都在互相打脸。有些说飞船是最环保、最低成本的运输方案，但又有些说飞船成本其实是传统船只的50倍。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技术不够，或者是技术要保密吧。应该是你不会查资料吧。但其实飞船也已经是未来零碳航空的一部分。HAV 公司也称2030年将实现零碳排放。现在的飞船其实就像之前说的太空旅游，其实都在预备阶段，只是先让有钱人去玩一玩，顺便掏点钱养技术人员。我还蛮看好它在一些飞机卡车到不了的地方运东西，就像矿石木材
或许10年内啊，我们都能像100年前的人一样，体会庞然大物在头上飘的感觉。你觉得它真的是过渡产品，还是未来？会想看到科幻小说里的情景吗？还是只是觉得它就是拿环保圈钱的唬人项目？我有个想法，我觉得未来应该是那种虫洞啊、量子穿越呀，而不是飞船。你想想，会不会只是人类进步太慢了？石油都用了这么久了，都快被采光了吧？但是又发明不出来什么更好的能源了，所以就不得不回到过去，用以前淘汰的东西。所以说啊，是复古未来嘛。希望他在未来能够找到一些自己的定位，而不要像100年前一样把自己拿去跟邮轮啊、飞机去比。我觉得啊，把卡车换掉还挺好的。我骑车啊、开车的时候最怕的就是大车了。那以后卡车司机得考飞船驾照了。